也得三神斩的心头一震。他这柄武器虽然说不上是神器，但是在一些神兵利器之中，也是属于货真价实的强大，锋锐无匹。就算寻常的与自己同境界的神奇强者，若是以肉拳相迎的话，可怕也无法抵挡这一道枪红的攻势。然而眼下的轰击虽说神力被压制很多，不过对付一名仅仅是第3序列之位的萧炎，应该都是能够瞬间将其击杀才对。然而此时却被对方的那一道可怕火焰给焚烧，使得连枪身都弯曲了一些。这究竟是什么火焰？竟是如此的霸道，而却眼前的这小子明明只是第3序列神的实力，为何能够爆发出能够抵抗住自己强大攻势的这番强大战斗力？第一次与萧炎的交锋，海天宗的三神斩便是明白了此时的对方拥有着无比惊人的战斗力，难怪当初可以击败少宗主那等神之天骄。如果你是全盛时期，或许我得要避之，而你现在却不能让我做到这般。说话间，萧炎那深邃的双眸之中，仿佛是有着白色火焰缓缓浮现，而那海天宗的三神斩此刻的面色开始阴沉下来。哼，大言不惭，老夫让你见识一下天位神与序列神的巨大差距，就算神力被压制，也同样如此。听到三神斩的此话，萧炎的双目也是微眯起来。这老家伙看来还是不能小看这些天位神。三神斩的面色极为的阴沉，经过先前对萧炎的试探，他已经明白此子的确很强大，难怪少宗主都败在他的手里。如此，他深吸了一口气，阴厉充满杀意的目光看向萧炎，森然道：看来的确是我小看你了，不过序列神始终是序列神而已，接下来便让你见识一下天位神的恐怖吧。从今之后，我会让你彻底的闭上嘴巴。话音一落，只见的海天宗的三神斩双手猛然合拢，而后闪电般的变换出道道残影的印法。随着印法的变换间，一道低沉喝之声响彻而起。神迹，神元入体。当三神斩低喝之声响彻而起之时，只见得这天地间顿时有着非常磅礴的神力弥漫而出，比起之前的那一攻击更是提升了数倍。天地间的神元之气源源不断地对着三神斩的身体疯狂地汇聚而来，而在这些神元之气的灌注下，萧炎便是能够察觉到此刻三神斩的周身神力波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飞快地暴涨着，比起更加的强大数倍。显然海天宗的三神斩所施展的这道神技应该是属于在短时间内提升神力，这样子的话至少能够增加自身的神力。虽然没能恢复到全盛时期，不过对付萧炎怕是绰绰有余了。小子，今日这里便是你葬身之地。萧炎望着海天宗的三神斩，气势力暴涨间，所有人怕是都不知道，就在刚刚这方天地空间竟是虚实了一下。然而此刻萧炎周身浮现的不再是绚丽火焰，而是白色火焰。随着白色火焰的升腾而起后，这片天地的温度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临界点。白色火焰，为何会有如此炙热的火神本源？难道是……见到萧炎周身的那白色火焰，海天宗三神斩的眉头也是缓缓地皱了起来。难怪这小子能够击败他们的少宗主，原来身怀神火。现在想来，也难怪这小子如此的自信，看来也藏有强大的底牌啊。旋即三神斩则是嘴角微微上浮，因为在绝对实力的面前，就算你拥有神火又如何？而且三神斩一眼便是看出了萧炎所施展的白色火焰应该就是9大神火排名第9的幻虚。如果是排名第8的神火，或许他会很忌惮，但对于幻虚，以他天位神的力量，怕是还远远不够的。你小子实力不够，神火来凑，怕是太小看天位神了吧？看我如何破了你的幻虚神火，等会击杀你后，幻虚神火就是老夫的了。哈哈哈！面对此时实力暴涨的三神斩，就算是萧炎也不得不开始感到棘手，所以便是直接施展出了幻虚神技，让的这片天地都是变得虚虚实实。而在这一方空间里，萧炎就是这里的主宰，任何人皆不是他的对手。想要我的神火，那就是看你接下来的本事了。萧炎此刻也是爆发出惊人的气势，他的眼眸不再是深邃的黑色，而是变成了白色，让人感到非常的诡异奇特。这就是来自幻虚神火的力量。面对着对方那一名天位神，萧炎也没有丝毫的惧色。况且此刻的他虽然靠着神技增强了神力，但是萧炎还是有一些把握。同样的，也正是对方的强大，反而是令得萧炎此时此刻更加的沸腾起来。或许真正的强者就需要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磨练自己，方才能够在未来站在神奇之巅。面对海天宗三神斩的这等战斗，正是他所需要的。对于修炼之道本就非常艰难，而他每一次实力的精进，都是经历了一次次的生死之战。今日他也倒要试一试自己与天位神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前不久在天神山差点被天翼神君击杀，对方也正是一重天位神。这一次的海天宗三神斩也同样是一重天位神，但是有着被压制神力后实力也有所减弱。不过这对于萧炎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绝佳的机会，只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尝试对战天位神的力量。此刻萧炎这爆发而出的动静也不小，因此在这一场混乱的区域中，引起了其他各方神势力的一些其他神斩的关注，同时也在他们交谈之中听到了萧炎就是这一届神奇联盟举办的招揽神会中，以第3序列的实力
击败了一名第一序列巅峰的神之天骄，顿时又组合一些窃窃私语声传开。原来那小子是击败海天宗那位神之天骄之人啊！我还听说了，这小子差点就死在九域天神君天仪那家伙的手里。似乎我也有听说，天仪那家伙想要夺取这小子身上的神火，不过最后还是被这小子给成功逃脱了。闻言，其他的众神斩惊呼出声，脸上皆是露出有些难以置信的表情。能够在天仪那家伙的手里逃脱，还真是不凡啊！只是没想到这一次的上古圣地，这小子也来了。看他小子的状态，怕是已经伤势痊愈了。此子虽然是第3序列的实力，又身怀神火这等大咒神物，我们都求之不得的神火，竟是被如此年纪的小子给收服了。我的确很羡慕，我都手痒痒，想要出手击杀此子，夺取神火。我觉得此子不简单，而且刚刚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之前使用的乃是绚丽火焰，而现在又是一道白色火焰。一人身上有着2道不同的火焰，觉得他还是普通小子吗？的确，一人的体内绝不可能将2道火焰集于一身，而他却做到了，就说明这小子的身上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今日我们也很想看看这小子如何以第3序列的实力击败天位神。这时候，不少神斩都开始议论纷纷。虽然说他们很想抢夺神器宝物嘛，可是一时间既然也抢不了，那就停下来，先看看这小子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局面吧。而且，海天宗的这位3神斩也想将萧炎彻底的击杀在此处。如果再由他成长起来，日后怕是会成为他们的不小的麻烦。此刻在上古圣地中，正是击杀萧炎的最好机会，所以3神斩可不会有任何的留手。接下来的每一招可都是杀招，若是此战萧炎能胜，那么他将会在第1等级世界年轻1倍的神之天骄中，怕都是能够跻身进入霸主的位置，便有着横少神之天骄能够再将其撼动。反观萧炎，若是在这一次战斗中失败的话，恐怕以海天宗3神斩的狠辣和杀意，必然会取之性命，而他以往的成就也将会彻底的烟消云散，就连曾经响彻整个第2等级世界以及第3等级世界的炎帝之名就此落幕。也可以说，这一战萧炎他不能败。湖泊上空，萧炎与海天宗的3神斩凌空而立，两人的目光都是犹如锋锐的刀芒正在对视，将彼此都是紧紧给盯住。但在他们2人的周身，一道序列神力，一道天位神力，皆是达到非常强大惊人的程度。3神斩借助着神迹秘法，将这片天地间的神元之气全部纳入自己的体内，使得能够在短暂内提升了不少的力量。显然，对于萧炎的实力，他也的确并不完全如嘴上所说小看萧炎，而在心里却是对萧炎有着非常警惕之心。而在他们2人的注视之下，萧炎缓缓地吐出一团白气，下一刻，2人的目光渐渐变得冷厉起来。与此同时，体内的血液慢慢地沸腾而起，磅礴的序列神力以及战意自萧炎的心中彻底涌了起来。萧炎的手掌猛然一握，手中便是出现一道火焰巨齿，而这道火焰巨齿便是此前的圣火恒古齿。但如今，火焰巨齿上所浮现的不再是绚丽的地炎之火，而是的白色的幻虚神火。熊熊神火在巨齿上弥漫而开，散发出能够吞噬万物的火神本源，令得这一片天地都是为之变色。注入了幻虚神火之后，这恒古齿的力量变得比之前强大的数倍不止，现在便称之为神火恒古齿。萧炎感受到手中这道神火恒古齿的力量后，也是暗自喃喃道，却是比之前圣火恒古齿强上了很多。随着萧炎亮出了新的武器，矗立在海天宗3神斩的面前，散发着滔天炙热火焰气息，指向面对的3神斩，微微一笑的道，你想要击杀我，不过也正，我也想要借你试一下我的神火恒古齿的新力量。强者之路本就是要一次次的打败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和敌人，在那生死之间寻求突破。如今的萧炎虽说依旧是第3序列神的实力，但有着幻虚神技，能够将自己的实力达到极强的层次领域，在幻虚空间之内，萧炎就是无敌的存在。而且此前又与天意神君进行了生死之战，体内的第3序列神力伴随着在那一场差点陨落的战斗中，经过一次次的激战，也是变得愈发的雄浑与凝练起来，距离突破第2序列神都是指日可待。真是口出狂言的小子，也不怕你这把什么神火恒古齿，等下直接被老夫给拍断了。面对萧炎那如此猖狂的话语，海天宗的3神斩大笑一声，然后沉声道，萧炎也不再与之废话，他的手掌缓缓地紧握神火恒古齿，在其周围的空间都是开始荡漾起来，炽热的火神本源弥漫天地，并且还有着磅礴的强大神力，而这种神力可不是第3序列神力，怕是堪比第1序列的神之力量。虽说海天宗的3神斩实力借助着神技提升了不少，不过这也没有让萧炎有所忌惮，反而这更加让萧炎激起了更强大的战意。既然此前能够击败海天宗的少宗主李荣，现在也同样能够击败海天宗的3神斩。下一刻，两人几乎是同一时间化为一道光影，迅速的暴掠而出。3神斩直接拍出极为强大的一掌，正面攻向萧炎。神技碎星掌，3神斩双目寒芒涌动，磅礴的神力席卷而来，然后疯狂地凝聚在自己的前方空间中。在短短的瞬间，只见的那空间处凝聚出了一道巨大的掌印，随着巨掌的浮现，
竟是连空间都是能够被这一掌劈开一般，在其上蕴含着无数细小的星光，正在闪闪发亮，如同星辰在闪烁一般。不少神斩们已经看出，海天宗的三神斩所施展的神技威力极强，看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那巨掌上的无数星光正是核心点，这乃是拥有可以击碎星辰的毁灭一掌，那等会毁灭的杀伤力，就算是一重天位神都不敢撼其锋芒。看来海天宗的三神斩根本没有丝毫要试探想法，一出手便是自己强大的杀招。如此一来，就算萧炎再强大，怕是也会受到绝对力量的压制。恐怖的一掌直接对萧炎急速的笼罩而来，见到这凌厉的攻势，令得萧炎的眉头也是微微的跳了跳。下一瞬间，他那双眸中再度迸发出一道白色火芒，直接挥舞着手中的神火横骨尺，将自身的神力尽数灌入其中，似乎也准备要施展一道神技。萧炎那磅礴神力呼啸而出，与神火横骨尺那股火神本源缓缓的相融，那熊熊白色的火焰更是散发出一股极为可怕的炙热气息。而在神力彻底融入神火横骨尺当中的时候，一道极强的神技力量便是悄然浮现。萧炎心念一动，神火横骨尺瞬间挥出，将此前领悟到的尺法的奥义演绎了出来，用心去感悟四周环境的变化，尺影就会无处不在。萧炎双眼闭上，彻底的安静了下来，仿佛可以看见四周的气流走向，然后用心眼扫视着向自己拍来的那一道可怕神力的巨掌。如此强大的一掌，300道尺影也是不够。然后萧炎再度领悟着四周的变化，那尺法的奥义似是有所突破，竟然从300道尺影变成了400到500道，足足达到了600道的尺影。不过想要对抗那能够毁灭星辰的一掌，还是有些难度。那么就将这600道尺影全部归一，施展出牵引归一尺的可怕力量。或许只有将此刻施展出的600道尺影归一尺之后，或许才有着能够抵抗住对方的那一击。600道尺影已成，让你尝尝我的神技之威。牵引归一尺，一双眼眸猛然一睁，那600道尺影在肉眼看得见的情况下，竟是全部合二为一，瞬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尺影，而且尺影所散发出来的气势极其的惊人。再由神火横骨尺施展，那么其威力可比之前圣火横骨尺不知强了多少倍，并且还施展出了600道尺影归一，更是让牵引归一尺的威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程度。萧炎的手臂一震，手中的神火横骨尺直接是震荡着天地，呼啸而下，带着可怕的巨大尺影洞穿虚空，快若闪电般的与那呼啸而来的碎星掌撞击在了一起。在双方2道神技的碰撞之下，牵引归一尺不仅有着可怕的磅礴神力在爆发，而在那神力爆发间，竟是还有着白色火焰在仿佛在焚烧世间万物一般，无比的骇人。这就是神火横骨尺的威力，其上的白色火焰竟是与神技之力两者相融，更是令得牵引归一尺的威力大涨起来。这威力简直可怕至极，破坏力更是前所未有的强大。萧炎的这一道神技之威，竟然可以达到如此的恐怖程度，而且还是在施展幻虚空间这等能够主宰一切的情况下释放出来的神技之力，怕是这一击就能够将海天宗的少宗主李龙重创。很显然，萧炎在经过与李龙的战斗，以及又经历过与天翼神君的那一场生死战，不知不觉让萧炎的实力大幅进展。惊天般的声音响彻而起，而随之传来的还有着那巨大无比的神力冲击波。下方的淡绿色湖水被如此可怕的冲击掀起阵阵涛浪，一些神器强者怕受到影响，直接身影暴退100米开外，然后目光投射而去时，顿时双目一凝，只见得在那处空间上，萧炎的神火横骨尺与海天宗三神斩的蓝色枪芒硬汉在了一起。在那接触点的空间，在此时震荡出一圈圈可怕的涟漪波动，其中特别是三神斩的面色变得一片冰寒，显然在疯狂地催动体内的神力，试图将对方给彻底的压垮而去。他怎么也是没有想到，萧炎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之强，这简直不是一名第3序列神能够施展出来的可怕力量。这小子是如何做到如此可怕的地步？神力的僵持之下，终于是在某一刻达到了临界点。只见得可怕的神力风暴自2人接触点彻底的席卷开来，他们的身体猛地一颤，竟被震得倒飞了出去。萧炎的身形爆射出上百丈，脚掌猛地一跺虚空，空间荡漾，强行将身体给稳了下来，而后用凝重的目光望去，只见得那三神斩仅仅只是退后了数十丈而已。显然刚刚的那种硬汉，萧炎处于了下风，虽说没有伤势，但三神斩的力量的确要强于萧炎很多。天位神的力量就算被压制了，但还是占据了优势。不过对于三神斩而言，虽然有着优势，但其面色却是不由得变得阴沉了许多，因为他眼前的萧炎能够爆发出如此的强大力量，可不是所谓的第3序列神，这等怕是已经堪比第1序列神了。这还不算什么，更让三神斩吃惊的乃是，萧炎竟然能够抵挡住他的碎星掌，这直接不得不让其对萧炎另眼相看。而在这片混乱的战区中国，其他一些神势力的神斩们也是在关注着这边的局势。而当他们在见到海天宗的三神斩竟然未能彻底压制住萧炎时，眼中皆是掠过一抹惊异之色。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一名天位神压制不住序列神实力的小子，可他们谁知道，萧炎此刻所在的空间乃是幻虚空间，原本在这一方空间里，他就是主宰，可以吊打一切天位神之下的神器，而现在却没有做到，说明三神斩的可怕之处。这叫萧炎的家伙果然很不简单。
今日这一场战斗倒是有好戏可看了。不少神斩们对着这一场战斗充满着好奇，究竟最后会以什么样的结局收尾呢？此刻的三神斩眉头紧皱，目光凝重地盯着萧炎，心里暗自沉声了一下。这小子明明只是第3序列的实力，为何其战斗力和力量如此的强大，简直与第1序列神没有两样，甚至已经达到第1序列神巅峰。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难道是幻虚神火的力量吗？三神斩心想着，神火不愧是神火，虽说排名9道神火的末尾，可火神本源依旧是令诸多神奇都会有些忌惮。如果不是自己的实力被这10岛内的奇异力量压制，事情就不会如此复杂。对付这小子简直就是轻而易举。这小子的确有些棘手。两人目光交汇了一下，忍不住地咬了咬牙。这个该死的家伙，究竟看你还能坚持多久？海天宗的三神斩眼中掠过一道寒意，下一刻双手迅速结印，强悍的神力毫无保留地自他体内席卷而出，竟是在天地间引来飓风的呼啸。天为海之力。伴随着三神斩低喝声响起，只见得天地间的神力更加的疯狂起来，在其后方的虚空中，神力竟是化为庞大的天卫海，而且天卫海的颜色并不是黑色，而是蓝色。看来海天宗的这名三神斩虽说是一名天卫神，可是所凝练出来的天卫海竟是4个等级之中最弱的。但是不管是什么颜色的天卫海，对于萧炎这名序列神来说，则是非常棘手。那老家伙竟然将天卫海都召唤出来了，看来那叫萧炎的家伙的确非常强大。众多神斩见状也是一脸吃惊，一般召唤天卫海算是一名天卫神的大底牌了，没想到在对战序列神实力的萧炎时，就对其这般施展。这一场战斗越来越有意思了。三神斩后方的虚空上，蓝色天卫海疯狂地拍打起浪花，散发出强大的压迫之感。萧炎也是在第一时间感觉到蓝色天卫海中所散发出来的可怕能量，这就是一名天卫神的全部神力来源吗？果然令人大开眼界啊！感受到其中的神力也太过庞大了，看来接下来才是这场战斗的真正开始。想必三神斩也并不打算将这场战斗拖延下去，毕竟眼下最重要的乃是夺取这里的传承和神奇宝物，战斗乃是次要的。萧炎双目之中有着绚丽火芒以及白色火芒的缓缓地散发出来，旋即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伸出手掌想要对抗天卫海之力。萧炎只能施展出强大的底牌。小子，去死吧！怒喝之声落下，三神斩双手向前一推，身后的庞大的蓝色天卫海直接朝着萧炎滚滚涌去，海浪激起万丈之高的浪花，而这些浪花的所过之处，竟是令的空间都开始逐渐的崩塌而下。恐怖强大的天卫海所散发出来的神力，实在令人震撼无比。要不是这一次被10岛内的奇异力量压制住了不少神力，可怕这庞大的天卫海之力还远远不止这等程度。这就是天卫神的力量，滔天巨浪直接洞穿虚空，朝着萧炎这边疯狂的涌来。在此时，萧炎的瞳孔也是微微一缩，双手之上便是出现了2道火焰，地炎和幻虚。2道火焰一出现，整个天地的温度瞬间急速飙升。此刻这2道火焰所散发出来的炙热温度，能够焚烧一切万物。然后双手一变，将2种不同的火焰开始相互的融合，绚丽色的地炎和白色的幻虚不断的散发出恐怖毁灭般的火焰气息。这些火焰之气都拥有着毁灭天地的能量，如果将这2道火焰进行融合后，更是会达到更恐怖的层次。磅礴的火焰能量如同喷发的火山一般，猛然自萧炎的体内不断的暴涌而出，天地变得无比的震撼。那小子想要融合2道火焰，怕是疯了吧？此刻见到萧炎那疯狂的神色，不少众神斩都是微微一惊。他们知晓萧炎所拥有的2道火焰皆是天地间的产物，威力极其可怕，并不可能融合成功，怕在这融合的过程中就被2道火焰的恐怖力量所反噬。真是找死啊！三神斩也是这般想着，此刻他觉得萧炎这是在玩火自焚。此刻还在远处激战的小龙和雨涵等人发现这边有一股极强的能量，便是击退对方后，目光齐齐投射而来。他这是在融合2种火焰，一旦成功就会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小龙望着萧炎的方位，语气依旧是极为的平静。萧炎弟弟，他会成功吗？雨涵说着，心里其实也没有一个底，毕竟他们不是修炼火道，对于火道中的奥义自然不太能够明白。但是对于萧炎来说，体内拥有着焚诀功法，融合不同的火焰完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况且现在萧炎所施展的乃是焚神诀，专门是用来融合神火的，并且还能让其中的焚神之力融入到地炎之中。在这样的融合之下，就算是一些强大的神奇强者都不敢轻视。随着发出嗤嗤的声音，2种火焰在众神斩的震惊目光之下融合成功，炙热的温度顿时弥漫在这天地空间，整个上古圣地都是开始剧烈的震荡起来。在萧炎的双手之间，一朵宽大的炫白色火莲缓缓地浮现而出，这朵炫白火莲上有着无数细微星光的颗粒徐徐上升，让人有一种神圣的感觉。那小子竟然真的将2种火焰成功融合了，这怎么可能？随着炫白色火莲的诞生，那些原本都不相信萧炎会融合成功的众神斩，此时每一位脸上除了震惊还是震惊。此子的力量实在过于可怕了，
不过，那朝着萧炎奔涌而来的天位海之力，也是不到数百米的距离。然而，炫白色火莲诞生后，萧炎并没有选择扔出，而是将其在双手间幻化成一道奇异炫白色圆环。圆环的边缘呈现出炫白的颜色，还有一层被神圣光辉所包裹，散发着令这片天地都震动的能量。前所未有的毁灭力量不断的弥漫整个上古圣地，并且圆环中还有着一道非常可怕的轮回，那是轮回之力。无论是什么东西被其吸入圆环中，都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连呼叫的机会都没有。成了以神怒火莲幻化的神怒轮回。萧炎的目光望着那能够吞噬一切的天位海，奇异圆环便是以萧炎为中心，朝着四周急速的扩大开来。众神斩见状，每一位无疑都是面露震惊之色，包括那三神斩都是一脸惊骇。萧炎的这一招神怒轮回，似乎比起以前所施展的更为恐怖强大了。在此刻，神怒轮回无限扩大，将这片的空间都全部吞噬而尽，虚虚实实的空间变得极度扭曲起来。巨大黑洞般的神怒轮回很快也有着数万丈的大小，与那散发出恐怖力量的天位海碰撞在了一起。有部分那蓝色的浪潮被黑洞吞噬其中，也有这部分天位海浪潮直接轰击在神怒轮回的炫白色圆环上，顿时间爆发出惊人的毁灭力量，能量开始席卷而开。